好，高雄民進黨委員李坤澤、林岱樺、邱志偉、邱意瑩、許智傑、黃捷、賴瑞隆，今天呢帶着他們或者跟着他們，說要支持無人載具、無人機啊、無人艇啊、無人載具哦。那說呢，這個應該放下政治算計，趕快把這個法律把它通過啊。那國民黨呢，原來是要刪的，現在呢凍結，因為國民黨裡面有不少人也支持，說無人載具也蠻重要啊。只是民進黨呢沒有細節太粗糙了，一下就這個大的計劃來啊，所以不是刪除，但是表示呢是凍結，把詳計劃送來再說啊。那經濟部說會衝擊產業跟國防，說呢串聯了260家廠商投入資金跟人力，要發展這個無人載具啊。那我講嘛，本來國民黨是要刪的啦，而且罵行政院偷跑，所以呢現在因為國民黨裡面有不少人是支持的。而且很多地方認為地方的產業跟這個很重要哈，所以改全數凍結。行政院說救災也需要啊，對不對？你凍結會影響生命跟國人財產的這個安全吶。無人機產業說不要凍結啊，說會阻擋產業發展的契機啊。那另外呢，這個國防部他們提出了2100億的這個條例所以要彌補戰力缺口，因為主要那個時候1.25兆裡面相當一部分是無人機啊，被這個凍結啊，或者被刪除。好，除了這個以外呢，紅霞颱風要來，可能對中南部有很大的影響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海鯤號在颱風前趕快先出海，因為顧立雄前2天在立法院還答覆說，人家說馬上要驗收啦，是不是真的呢？交件啦？他說沒有，他說沒有沒有期限到什麼時候也不知道。現在是第11次的前航的測試了那另外呢，說可能在外海過夜，看看到底在外海能不能過夜，因為潛艦出去其實要很多天的，沒有天天回港的，說是不是趁着颱風，看看到底會怎樣，也搞不清楚。為什麼呢？要搶在颱風前面這個出海。那現在什麼時候交件還不一定顧立雄說安全為前提，所以不預設時間，愛拖多久拖久，隨便那另外呢，這個因為一直拖延，所以一直罰款，就罰很多錢了說呢，這個如果今年9月交的話呢，要罰5700萬；如果7月交，要罰4600萬。越拖越多，罰錢罰越多。我們看一下。經院訂定6年442億的無人機載具統籌計劃，但國民黨將提案全數凍結，得經立法院同意後使得動之，並且要求政院要補齊法定程序。如果照國民黨的方式是逐年編列的話，那它的預算的不確定性也將造成了整個時間的延宕。喊話在野黨支持政院版本，略呼籲若採1年1期編列，恐怕衝擊產業發展跟布局，而要組建不對稱戰力，應對中共解放軍近年頻繁以船艦、海警侵擾台海跟灰色地帶。23號，中共發射運載火箭，還經過我國防空識別區。23、24號，中共還在台海2處海域進行實彈射擊，要提升國防自主能力，可不容緩。反攻我國的潛艦國造計劃，海鯤號23號也現身高雄港，展開第11次潛航測試。但原定去年11月就該交件，海軍針對台船每日計罰1天19萬元，至今已經累積超過了4000萬的罰款。就是我們。盡力在求安全、求品質的條件之下盡力去盡快完成海測。那交件的沒有時間表，就如同部長前幾天講的這個樣子。以品質為最高原則，力拼2026下半年交件，但就是給不出確切時間表。無人載具跟這個潛艦你怎麼看？無人載具其實大家都被幾個名詞迷失了。無人機，無人機在俄烏戰場多麼厲害，中國的無人機多厲害。無人機產業，它要分得很清楚，簡單的分，一般部會要用的你經濟部、教育部、衛福部什麼部、農業部，你要去徵收水庫的，看農業、看山林的，看什麼的不一樣。你是科研用的無人機，抱歉。你還沒這個能力，那是非常高科技，要有衛星鏈接。你是軍事用，我們今天大家談無人都以為是軍事用，不是。現在各部會編200多億是幹什麼的？我們看一看，就交通部也可以就哪裡塞車了，無人機那種都很簡單。現貨是你不用研發開生產線，現貨市場便宜的不得了。那我再談一個比較敏感的。軍用的無人載具系統，不管無人機、無人艇、無人潛艇、
無人機器人就機器狗、機器人這些可以負重的，它的功能需求不同，它的程式就不同。无人機你只是要美国那種弹簧刀打10公里的，還是100公里的，還是跟伊朗一樣1000公里以上的，要衛星的，你的整套指管系統有沒有？然後最近看到一個，我們真正需要，我講了很多次，呼籲大家，我們台灣真正需要發展最優先的是反無人載具系統，而不是無人機系統。當然也要發展，你發展得過中國大陸嗎？中國大陸現在無人機佔了全球現貨市場的75%以上，那軍用系統這個消息就比較封閉，但是它的產能跟它的質量，最新的烏克蘭的無人機反應得很好，在戰場上，我講的是軍事的，但是他們有個專家出來講話了，我們一個新的無人機出來，生命週期5週。5週就要拿回來重新研改了，因為已經被別人抓到你的性能、你的頻率，我就可以反你。所以美國人在伊朗在美伊戰爭學到了，現在美國開始生產什麼便宜廉價，很快就生產，不用高科技，我就可以打你，專門打伊朗的無人機，就打這種，還飛1000多公里，2萬多塊美金就造出來了。那我們現在大陸的無人機系統、蜂群戰術、無人艇、無人潛艦，有多少機器狗、機器人？我看過他們的影片，他的機器人可以幫特種部隊背50-60公斤的裝備，那我們的人就輕裝，帶把槍就跑得快得很。那個的戰場功能多麼大，那個東西很廉價，很容易。我們要不要考慮這些，而不是都無人機哦怎麼樣？你要做什麼無人機？做哪一個品項？做多少架？半年以後你就要換一種新的程式，否則就被人家幹掉了。它的生命週期只有5週，不是說只能活5週，它的維持它的不可替代性只有5週。5週以後就被人家抓到頻率了，抓到電子參數了，我再研究一套，直接就把你這個系統就幹掉了，你就變成無效的一個佔據。那麼以中國大陸現在無人機發展反無人機系統到什麼程度，這是我們要去重視的。所以我非常認同凍結預算，你把詳細的報清楚，不是培植產業，當然我也很支持，可是不能無限制的培植，你拼命去搞生產，去搞研發，有很多東西從國外可以學到，為什麼不學？還有一個很吊詭的笑話，叫做飛鴻供應鏈，美國都不敢講這句話，各位去查一下，美軍都不敢講飛鴻供應鏈，就是我美軍生產的武器裝備，只要是老共生產的，一個都不用，不可能。它的生產又好，品質好又便宜，我幹嘛去開個生產線來造螺絲、造墊片？我買它的就好了，那個又不會泄密，又沒有電子參數的問題。所以不要把飛鴻供應鏈當作一個聖職來看，老共做的好的東西沒有任何泄密、安全顧慮，為什麼不可以用？我們要自己去製造、去生產，你要花多少錢？台灣的量有多大，量能有多少，這個都要考慮的。哎，秘書長，我覺得大概是這樣哈。行政院他跨部會提出的其實是6年的總經費是442億。大家不要被民進黨騙了，然後這個是受害者劇本啊！被在野黨全數凍結的是今年的84億。對，只有80億。現場有2位議員在，我們以前在議會，你講不清楚就戰歌嘛，你提報告來，大家講清楚，再放行就怎麼用嘛。所以他只是要求你補齊法定程序跟成本效益評估，這樣不可以哦。那高雄那些立委都白幹了，那投你的很可憐呢。哦，原來當立委這麼好當，這第一個。第二個，一般的部會有200億的常態預算是完全沒有動。大概這是193億，就各部會剛剛將軍講的這些無人機常態的義務預算完全沒有被凍結。好，請民進黨不要鬼扯，我再講一次，就動你84億，而且不是3，而且民進黨最惡質的是什麼？大家應該還記得哈，去年審預算的時候哈，他們故意把
凍結跟刪除合了一個新的名詞，說文解字，就是啊，我們當用凍刪寡者，其實把你當作大人攏唔捌字嗎？凍結就是凍結，刪除就是刪除，請不要說文解字發明新的字詞，就是凍結你84億，請你講清楚之後就可以執行啦。哪裡是高雄這些立委在那邊鬼扯淡啊？我就可憐的，你是可憐到哪裡去？是選你的選民比較可憐，哎呀，你是沒念書嗎？我覺得很奇怪的啊。而且這個賴瑞隆選情不好了啊，對啊，不一定呀，本來不是就84億就凍結嘛。而且這個余修秘書長講的就是關鍵，民進黨呢特別的會講這種話術型的來騙人，因為你講這個442億，哇，好像都刪了，就覺得很大。不是，它是一個6年的計劃，從2025年一直編到2030年。而且大家看那個計劃裡面，就是國發基金有投資啦哈，然後我們要打造的什麼實驗基地啦哈，創新研發中心啊，然後呢，今天的它被凍結的那個84億哈，為什麼一凍結呢？就很多的股票呢就倒，因為他們就等着那個撥款下來啊。而且商業面的無人載具，跟軍方要用的這個無人的載具，它本來就要切割開來，不一樣，完全不一樣。我今天呢，經濟部提出一個你提出一個無人載具的這個統籌的計劃，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你強調的這個飛鴻供應鏈是要飛鴻在哪裡？就是說，如果說我們要強調我們的這個台灣發展的無人載具的這個統籌的這個計劃，我們是要強調一個飛鴻供應鏈的話，那一定就是市場的競爭性嘛。台灣的市場這麼小，我們今天生產出來的這些的無人的載具，不管是機器狗啦，不管是無人機啦，不管是無人的什麼，我們內銷一定不夠嘛，你一定是要外銷嘛。那我們在外銷的這個市場上面來講的話，我們到底掌握了哪個非常專業的技術？你可以跟中國大陸的，我們就大疆，就是你要賣給誰啦？對，能夠競爭，你要跟他競爭，你是憑什麼能夠競爭？然後凍結了84億，希望你提出一些報告來，這非常的合理呀。对。然後呢，在這個國防部這邊，他今天說他們提出來2100億。國民黨不是也提了2400億嗎？就是說，在國防自主發展的講這個飛鴻供應鏈啊，你在這種政治意識形態正確上面呢，我覺得大家還是覺得好像不無道理啊。它個關鍵是說，我們的飛鴻供應鏈在國防的這邊的發展上面來講，說真的。你真的要未來呢有發展的這個潛力的話，你還是要美國的這些的軍火公司，他要給你授權嘛哈。你要他給你授權之後，我今天生產出來的，不管是無人機也好，機器狗也好，或是機器什麼戰警或什麼手臂哈，各種的這樣東西啊，你還是要有市場啊。你是要銷給東南亞，還是要銷給什麼？你這個東西不是隨便畫一個大餅，然後大家就來分錢。這樣子的話呢，台灣是不可能有競爭力的。而且不是說分個什麼幾億、幾千萬，都是100億這樣的分的。整個加起來2000多億那不過民進黨厲害是這一點的，比如很早以前呢，多年以前，國民黨3立預算就說再怎麼野蠻也不可以刪這個，記得嗎？再怎麼野蠻系列就再怎麼。現在呢，就是明明是凍結，他偏偏講凍刪，就他民進黨很厲害，就他會發明一些新的詞彙，聽起來哇，這個國民黨實在是這個太差了，民進黨太厲害了，所以就是這樣國民黨現在應該加油一下，應該也想一些新名詞，想一些辦法，講一些辦法。靠你們了，休息一下再回來。好，哪些油可以吃，哪些油不能吃？食藥署公布501項可以重新上架的油品但是呢，雖然501項他說可以上架，但市場不買單了。大家還是怕，所以市場其實一方面有些公司自己本身也就不上架了，有些市场可能也不買單，所以蔣萬安就今天早上接受中廣王淺秋的訪問的時候，蔣萬安說，民進黨想要趕快翻頁，所以他怒轟說怎麼可以這樣呢？這有些事情怪不得的，那另外呢，賴清德也不見了，到底去哪裡？所以蔣萬安重話批說，非常不負責任的國家領導者，到目前為止沒有看到賴清德道歉。
哦，卓榮泰行政院也不下台，哦，本來說食藥署長下台，食衛署長也沒有，哦，反正現在大家都不負責，哦，那所以呢，這個在真相不明的情況下，你很快的修法，又很快的讓油品上架，政府到底急什麼？幹嘛想翻頁？哦，那另外呢，因為這個有19批下架的，又重新上架被批，卓榮泰說我們檢驗合格了，合格就可以上，為什麼合格不給我們上呢？哦。那另外呢，這個一些學者了哈，先說學者專家，他們早上在那個地方哦大吃合格的油烹調的料理，所以要力挺政府重新上架哦，這501項產品在那邊吃喝給你看，說我們都敢吃啊，我們都不怕啊。那另外呢，這個韓國瑜也去看啊，這個賴以任、何元凱、張嘉欣啊，這個楊指導4個人，他們在那邊已經現在。已經快不能動了，因為很多天了哈，所以呢，韓國瑜去送他們這個涼涼貼啊，能貼一下啊。那另外呢，這個明天下午5點到8點，那這個群眾他們呼籲群眾上凱道，韓國瑜、黃國昌還有12縣市的首長說都會去出席啊。那另外呢，這個民進黨說，哎呀，韓國瑜。你看他們搞什麼這個什麼抗議啊，什麼絕食啊，總預算啊，趕快審啊，趕快審，不要拖啊。我們看一下，我覺得民進黨政府現在就是想要趕快的翻頁，他想要把這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淡化掉，告訴大家安全無虞，這些都可以上架。他想把這一頁趕快翻過，告訴大家沒事。但是我認為。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都已經過了3個禮拜了。對，為什麼隔3個禮拜你才成立調查小組，才要進場去調查？這中間你留這麼充裕的時間，你是要讓業者可以好好的滅證串供？好吧，這個哪些人去吃哈？包括這個台灣醫院協會副秘書長詹德旺，醫學中心協會代表洪方明，區域醫院秘書長的劉碧瑤。是私立醫院的協會理事長黃吉仁，台灣私立醫療協會秘書長吳明諺，台灣醫療管理學會理事長洪子仁等等，啊，一排啊，這給大家看哈。來，思剛怎麼看？當然這些人去吃，你吃一次死不了，對，第一次不會有問題。但是而且現在這些東西，那你都經過一些特別處理了，所以我覺得這個基本上就是在一個挺政府啦，在挺民進黨政府啦。秀的性質比較高，但是我們這些東西經年累月的吃下去就不得了，而且所有的疾病都不是吃一次，而是經年累月，可能吃了5年、10年，啊，變成一個壞的細胞在你體內發酵。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動作基本上也沒辦法安人心啊。那更何況到目前為止啊，發生快1個月了，到底是那一批的巴西豆用完了沒有？到目前為止沒有人給我們答案呢。衛福部查了快1個月，竟然查不出來。然後那批豆子到底是什麼原因會有出水？是品質的問題，還是機器的問題？那這個東西也都沒有告訴我們。也許如果是製油廠的機器老舊，那你要強制它換機器啊。那如果是那批豆子有問題，是只有這一批巴西黃豆有問題，還是巴西黃豆都有存在這樣的問題？那要把這個事情要跟他講清楚。但是1個月過去了，事情從來沒有講清楚然後在那邊硬凹。剛開始的時候還在那邊，就是好像大事化小，告訴大家沒事沒事。然後到最後這1-2個禮拜的操作，我覺得更離譜，讓大家還沒有安心的時候，你又忙着說含20%的這個致癌物的是可以上架的，然後說這是專家會議的結論，是專家講的。我請問你，哪有一個人去買東西，買任何食品，買油，買大豆沙拉油，裡面是20%致癌，我還買回去開開心心的吃，這不合理嘛？所以怪不得連陳其邁，所以這一關他都沒辦法接受，站出來對抗民進黨中央。因為如果他跟着民進黨中央走的話，他政治前途也沒了，他怎麼向他的民意交代？我相信大家對於自己的健康是不會分什麼黨派色彩的，因為吃到油吃到問題也不會說，哎呀，我是綠的，我吃到這個油燒我身體就沒事；我是藍的，我吃下去我就生病，不可能嘛。所以這個是一個普世價值的普世標準的問題。所以當陳其邁採取這個態度的時候，我覺得民進黨政府才真的開始緊張起來。你看這2天怎麼要推修法，這個禮拜又找這些縣市首長去開會，但我覺得去開會妙了，主管機關石崇良竟然沒參加。
啊，說他自己以前陳時中政委啊，他管過衛福部啊，他現在是這督導政委。可是最重要的是，那個執行機關的首長、衛福部長不參加，那也很奇怪。我覺得到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安排？那是時中良要下台嗎？看起來也沒有啊。所以這整個的處理的方式、邏輯，然後到底哪個是優先，哪個是壓後，到目前都看不出來，這個章法很亂。然後更妙的是，開完會，左榮泰才告訴那些縣市長，再來喝杯茶吧，大家開會辛苦了，大家是誰喊哦？開完會才跟你報告，跟你喝茶哦。陳其邁為什麼現在表現好像跟人民站在一起？一方面他當然是地方父母官了，一方面要卸任了。对，他下個職位是什麼？他想的是什麼？當然是行政院長嘛。所以凸顯左榮泰的無能，凸顯你相不相信陳其邁就要我凸顯你，就跟你不一樣。我跟人民站在一起，你跟人民站在對立面，就是這個樣。你仔細看他的目的就是這樣。來，佩君，我在前幾年莫名其妙得了這個肺腺癌之後，我爸就非常对我吃的東西很挑剔，這樣，然後他就常来我家這個食材大考驗檢查。結果他昨天很沮喪打給我，因為呢，他非常得意的在有機商店買了很多年的有機苦茶油，不好意思是致癌油。他家一櫃子打開還有2瓶還沒拆封的這樣。那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現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你以為花了錢花了時間追求的健康，結果到頭來是一場笑話，所以那個相對剥夺感是很強的。可是在這個時間點下，政府污染源還沒有查清楚，500多項產品就急着就上架，他當然可以辦一場記者會，大家在那邊吃。可是問題是，他們吃的所謂的合格的商品的合格從何而來？在這些問題商品還沒有被查出問題之前，他們也是合格商品啊。那你現在連污染源都說不清楚的時候，你要怎麼告訴我說這些到底是真的合格，還是只是他們有問題的地方還沒有查出來？這是非常矛盾的事哦。那我認為蔣市长講出了民眾最直接的問號，就是為什麼民進黨這麼急着翻頁？那這句話就是這個問題，這一場食安風暴到目前為止最大的問題。政府最急的好像不是告訴大家真相，不是告訴大家污染源，而是趕快結束這一場政治風暴。因為拖得越久，人民質疑越多，行政部門的壓力就越大，所以趕快用一句安全無疑這件事情趕快翻篇。可是食安事件不是政治新聞哦，人民還是每天都要買菜，還是每天都面臨我多花一點錢買有機食品，可不可以換來多一點健康？可是看起來並沒有辦法得到這樣的保證。那重新上架之前，到底有沒有完成應該有的程序？如果今天中央搭配的是完整的調查報告，完整的說明污染來源，完整的公布所有的數據，那麼提出未來要如何防止類似的事件，社會大眾當然可以接受。可是現在看起來是什麼都沒有的。那於此之間，這個執政黨這些人啊，包括吳崢，還要講一些又不是我逼你吃的，這個人民的不信任跟相對剝奪感一天一天加強了。所以人民質疑的是政府對食安把關的能力，不是要跟政府吵架。那我們在野黨站上凱道，就是要追求的是真相，是人民的怒吼。就是大家看，第一個，你政府有沒有能力預防？預防不了，那有沒有辦法在事後至少表達一個態度？這個態度很傲慢，對不對？左榮泰到立法院，立法院叫他專案報告，他也不是來專案道歉的，是我聽不懂這話。我居然去報告，我在報告之前我說，哎呀，讓大家這樣子擔心啊，等等，真的是很抱歉，這會死啊！這不是應該一個做人起碼的道理嘛？做人呢，不要做行政院長，做一個一般人，遇到一種情況都會講，哎呀，拍誰啊？這個事情讓大家這麼擔憂，什麼？我不是來道歉的，真奇怪啊！我很少跟我這樣的人啊，休息一下再回來。